我的10年青春奋斗梦迷失在了惠州的空房子里。2015年的春天，我拖着行李箱站在深圳罗湖火车站的广场上，眼前是高楼林立但蜻蜓自由飞翔的城市。那一刻，我想我会用尽全力，在深圳这片炙热的土地上发光发亮。那时的我，以为人生就像深圳的地铁线，只要方向正确，终会抵达想要的站台。房子终于卖出去了，挂牌1年了，前后总共降了12次价格才卖掉。我一开始挂盘的时候吧，价格还挂得挺高的，因为我觉得这年头怎么还会有人卖房子亏本的呢？我就不赚不就完事了吗？是不是？那我也不能去亏本啊。于是呢，我就挂了一个我什么价买来的，我就挂了一个什么价格。结果3个月之后啊，一直都没有人打电话跟我说要看房子，也没有任何的信息。然后我的心里啊，我就开始有点慌了。博主说，他亏了90多万，终于把惠州的房子卖掉了。可是他一点都高兴不起来。广东惠州与深圳相邻，尤其是大亚湾、惠阳一带，与深圳东部仅1线之隔，通勤距离短，往来十分方便。对不少深圳打工人而言，惠州更像是深圳向外延伸出的生活空间，因此这里被称为深圳后花园。在大亚湾与惠东县的交界处，分布着惠州最密集的海景房，碧桂园、十里银滩、华润、小径湾等知名楼盘都坐落于此。然而，这些曾经炙手可热的楼盘，如今却陷入销售困境。当地人透露，过去动辄上百万一套的海景房，如今价格几乎腰斩，甚至更低。更令人尴尬的是，由于海边湿气重，不少建成仅10年的楼房外墙已发黑发霉，看上去颇为陈旧。惠州买了5年的房子，总共亏了多少钱？今天看了一下房子的单价，同小区带精装修的只有5000多了。我是20年在惠州高位买的房子，当时买的时候1万多一点，儿子出生的第2天我就去惠州交了定金。当时也没有想那么多，只想给老婆一个家。我们工资一起4万左右，当时刚结完婚1年，手上也没什么存款，就硬着头皮买了，靠自己。我们27岁买车买房，结婚生子。博主说，他们当初120万买的房子，现在只能卖60万，亏了60多万，再加上5年还房贷利息20多万，总共亏了快90万。相当于白干了10年。刚从惠州海边房子回来，从空城一下回到闹市，有些心里话不吐不快。惠州海景房真的是跌麻了，当年1万5、1万8抢着买，现在3000、4000随便挑，100多万买的房，现在20、30万都没有人接盘了，那不是腰斩，是脚踝斩。海景房风景是真的美，但坑也是真的深呐。投资的人哭晕，自住的也是没有办法。博主提醒那些打算来惠州买海景房的人，千万别被一时的冲动冲昏头。这里的海确实漂亮，空气也好，但真正住进来的人太少了。晚上整片海岸线黑漆漆的，像座空城，房子多到卖不完，租也没人租，偶尔有租客，几百块1个月都难租出去。更糟的是，有些项目已经成了烂尾工程，7、8年过去了还没交房，甚至连一些几百万的别墅也烂在半途，钱砸进去连个水花都没有。惠州海边整条海岸线的房子望不到头，供应量爆炸，需求却少得可怜，房价不跌才怪。当年吹得天花乱坠的深圳后花园养老天堂，如今变成了卖不掉的资产，成了名副其实的不动产。惠州这个房价再这样子跌下去的话，真的有很多家庭都要崩溃了。惠州目前很多家庭事实上已经破产了，他们的负债远超他们手上的资金，严重的资不抵债，就是因为过去几年在惠州高位买了房子。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观察到，现在有一个可怕的事实正在发生，就是惠州的二手挂牌量越来越多，法拍房也越来越多，有20、30万的老房子
也有几百万的豪宅。博主说，很多人的生意或者是工作出现了变化，现在已经供不起楼了，哪怕他把房子卖掉，也不够偿还银行的欠款。网上还有很多人在嘲笑前几年高位买房子的人，可博主说他一点都笑不出来，因为他知道那些人里大多数既不是赌徒，也不是炒房客，只是拼尽全力想买一套房，有个属于自己的家而已。他感叹，这有什么错呢？难道买一套房子就要搭进去一辈子的心血吗？这就是我们在惠州花100万买来的教训。前年我和老公东拼西借凑了30万首付，买下了现在这个80平的小房子。那时候考虑大女儿马上要上小学，不想再让孩子们跟着我们租房搬来搬去，加上老公长期在惠州上班，所以就一时冲动花了近100万买下了这套精装房，加上我们老家还闲置了一套毛坯房，就导致我们现在面临2套高额房贷，老公一个人赚钱还要养3个孩子，压力特别大。博主感叹，这几年没买房的人真的赢麻了。如果他们当时不着急入手，按现在的行情可以买120多平的了。可惜没有后悔药。好在房子是刚需，但还是想提醒大家，买房一定别冲动。亏了60多万，我惠州的房子终于要卖掉了。为此，我老婆还跟我大吵了一架。现在滴血，但是也没有办法。过几天买家就会来签合同，房子在惠州仲恺，19年9000多，105万高价上车买的。因为我在深圳上班，离得比较近，后期想自己住，却没想到赶上了房价暴跌的最后一趟末班车，现在4000多，比5折还要便宜。说不难受，那是假的。当同意这个价格的时候，我的心里一直在滴血。为什么现在惠州很多房子突然就卖不动了？其实原因很简单，你看看我们惠州房子的一个二手房挂牌量就知道了，已经10几万套的一个库存了，每天还有房子源源不断的往外抛。现在经济不好，大家都知道，导致大家对大型的一些物件提不起兴趣，因为根本就不敢消费。现在因为不单单是房子不好卖啊，只要是大型一点的物件，大家都要三思而后行了。前段时间那个宝马 i3 不就10几万可以落地了吗？车企不是也是想着薄利多销吗？开发商也是一样的。博主说，现在房子不好卖，其实一点都不奇怪，因为老百姓兜里没钱。其实大家缺的不是那几万块钱的首付款，一家人凑一凑，总能想办法凑出来。缺的是什么？缺的是对未来20-30年月供的信心。如今很多人的工作都不稳定，收入也起伏不定，心里没有底，自然不敢轻易背上几十年的房贷。我们在惠州买的房子一天没住，已经亏了50多万了。今天又接到催交物业费的电话。我们是2019年年底买的，2021年年初交房。由于我们的工作和孩子上学都在深圳，所以房子一直没装修，没入住。物业费1年3000，一天没住，每年的物业费却得准时交。之前公婆说让我们把房子简单装修一下租出去，这样放着太浪费了。去年5一放假，我们去惠州了解过装修行情，简单装修一下最少得10万，而且我们90多平的房子最多租1500，并不划算，所以房子就这样一直毛坯放到现在。博主说，前2天跟一个同样在惠州买房的朋友聊天，他的房子装修好了就租出去了，比博主的房子大20多平，出租价格是每月2000块。朋友还劝博主，他那套毛坯房也能出租，出租价格可以定在600，很多人会租来当仓库放货。她老公听了还挺心动，觉得至少能把物业费抵掉。可是博主不太想租，因为他们常年在深圳，平时很少过去，根本不知道租客会把房子用来干什么。而且租金才600，真要出了什么状况，他总觉得得不偿失。谁能想到，曾被捧为宁深价格洼地的惠州楼市，会经历长达5年的连环下跌。从大亚湾到惠阳，从仲恺到惠城核心，没有哪个区域能逃过降价潮。曾经的房价神话彻底粉碎。就拿惠州最热门的一个区域大亚湾来看，
有着大亚湾豪宅称号的锦绣1号，高峰期房价冲到了2万5每平，如今价格直接腰斩到1万出头。豪宅9玉府更夸张，2万9的巅峰价跌到现在只有1万左右，几乎打了3折。核心区域都跌得如此惨烈，那些位置偏远的楼盘降价幅度更是惨不忍睹，房价直接回到了2015年的水平。花90多万在惠州买的房子，现在还值多少钱呢？我们是2020年年初在房价高位的时候入手的，一套90平的小3房，现在每个月还3500的房贷。前2天在业主群看到有人说要买房，问有没有要卖的，我顺口问了一句咱们现在小区的房价多少呀？结果真是不问不知道，一问心凉了半截。同户型的房子价格已经跌了一半，粗略算了一下，这几年房贷本金加利息还进去20多万了，我等于亏掉了1半多。说不心疼呀，那是假的。毕竟这套房子不只是钱的问题，更是我们这些年的心血。博主说，她和老公都是80后，在深圳打拼了10多年，一边上班一边带孩子，攒了6年才凑够首付款。那几年为了省钱，一家3口挤在老公单位的宿舍里，屋子里满满当当，几乎转不开身。等孩子要上小学了，才不得不租了一套像样的房子。这一路有多不容易，只有他们自己最清楚。没有老人帮忙，白天上班，晚上带娃，攒下的每一分钱都是一点点抠出来的。如今房子跌价了，心里确实苦涩。但和老公聊过之后，他们也想明白了，既然房子卖不了好价钱，那就继续还房贷，争取早点还清。房子终归是自己的屋檐，比起房价的涨跌，更重要的是这个家。惠州跌得最惨的10个小区，看看有哪些是你听说过的。博主说，第一个上过全国热搜榜的碧桂园十里银滩，高峰时期从每平米1.89万跌到现在每平米4000多，甚至很多业主一次都没来住过。第二个曾有大亚湾豪宅之称的锦绣1号，走2步路就能到深圳，高峰期2万3000多，现在二手房1万出头。第三个惠阳的富人区星河丹堤，从高峰时毛坯2万2000，现在1万2000多，而且是精装修的。现在小区里挂牌的二手房都有3800多套，而且新房交付标准很漂亮。这么多的二手该卖给谁？博主表示，只要是惠州2019年后开始卖的新小区，随便哪一个都要腰斩50%以上。估计业主看到这样的跌幅，也只能苦笑了吧。这位博主是一名房产中介，他说，有位业主的房子这几年里房价已经连续跌了3次，业主的心态都快崩了。早上起来的时候，有一个早期买了大湾的这个业主私信我，他的房子是买的大湾中心区的新力东源。你要知道当时他买的时候单价多少钱？13000多，100几个平方的房子总价达到了140万，知道吧？2年前他就跟我说，他说这个房子要拿出来卖。我当时看了一下当时的市场行情当时的价格还能卖个80万。博主说，这位业主的房子在2023年的8、9月份的时候还能卖80万，但他当时没有出手。2年后，他再次联系博主，希望帮忙卖房。博主查了一下市场行情，价格让他大吃一惊。如今的成交价竟只有40万左右，折算下来每平方米3000多块。而当初业主是以每平方米1.3万的价格买进的，如今的价格只是原来的零头。他感叹惠州楼市的跌幅实在太夸张，自己在当地做房地产行业已有11年，从未看到市场下滑的这么厉害。惠州的房子真的现在比18线的小县城还要便宜像这种1线林森靠近沙田站楼盘，你知道多少钱吗？说出来你都不敢相信，3700 80平的一个大3房，赠送率很高，总价才30万，而且是朝正南的看我们这边楼间距几百米，1公里到深圳坪山，4公里到沙田站，环境非常好，几十栋的大社区，不是那种小楼盘品质开发商，你想当年1万好几的，品质也不会差的。你的房子全款12万一套，你绝对买得起这边看过去就是一线的海景，楼下不仅有生活超市，还有生活菜市场，下楼就能买菜，包括你来养老。就我身后这个房子，全款只要12万是全款不是首付听清楚了
你都能买得起的。好的，今天就跟大家聊到这里，请记得点赞、订阅、留言，并分享给您的朋友。感谢您的支持，我们下期节目再见。